青春正当时，鸦片不停荡，留住这一刻的绚烂，看这一场光影的上演。大家好，我是鸦片有约代言人演员紫砂。 2025年夏末秋初正值捕风追影热映，我们在海边第一次见到了演员紫砂，听她兴高采烈地分享着塑造角色的点点滴滴。非常开心在这儿和你们见面。今年春节，我们在春晚舞台上看到了她英姿飒爽的策马表演，也在电影《标人风起大漠》里震撼于她将凶悍复杂的反派角色演绎得酣畅淋漓。就算是10个盗马，也不过是土鸡瓦狗。 谢谢你们帮我除掉这几个蠢材，现在五大家族年轻一代只剩你我了。从春晚舞台到香港电影金像奖的璀璨红毯，她始终陪伴在观众和影迷的身旁，不断带来新的作品与惊喜。你是故意想乱我心神？小心点啊！ 那么，作为电影频道《嘉宾有约》的代言人，他在大荧幕之外究竟钟爱怎样的光影世界呢？带着这份巨大的好奇，今天主持人潘艺林将与他深度对话，和大家一起揭晓属于演员紫砂的私藏佳片片单。Hello， 嘉片有约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紫砂，又见面了。紫砂呢是作为电影频道《嘉片有约》的青春代言人，很荣幸。你个人比较喜欢国外的哪些优秀的影片和优秀的电影人、优秀的演员等等？比如说《勇敢的心》我看了好多遍，因为它那里面有特别唯美的爱情，然后又有特别有力量的这种战斗戏，又是梅尔杰布斯自导自演的，我觉得好优秀，好对史诗电影，对史诗电影，好崇拜。我也很欣赏女主角苏菲玛索，演技好，也很漂亮。在《勇敢的心》里，他们有很精彩的对手戏。他还有另外一部电影叫《启示》，也是很喜欢。特洛伊啊，《指环王》三部曲，诺曼底登陆。因为他这个题材我也看到过很多，但是他这个取材的角度还挺不一样的，是通过那个博士，从他的视角去取材，反正里面还挺感动的，就是有力量，然后又有很温暖的一些地方。我平时只要没拍戏，就是在看片拉片，因为有很多的小伙伴们，他们是从小就在艺术的这种环绕之下长大什么的。那我是喜欢，但是我起步其实很晚。我差不多20来岁才接触，然后本来学的也不是这个专业，所以我得恶补啊。包括昨天我都说了一个词叫饥饿感。你随时保持这种饥饿感的时候，你才能够不断的去探索。确实在不够，各方面都很多要去学习的，所以我一直在拉片。那除了拉片之外，有没有时间走进影院去看那些热映的国外的优秀的电影？当然了，最近看了一些哪些？前一段时间就是F1比较火嘛，也去看了哈，刷了2遍。很燃、很热血的那个电影哈。我觉得那个年纪再大一点看更有感觉吧。对，阿汤哥啊，我觉得他们就很帅，然后很拼。他们虽然是那个时代的演员，但现在依然活跃在银幕上。对的，而且很拼啊，包括那个《极速追杀》也很喜欢。这种对大荧幕的敬畏与坚持，也深深影响着少年时代的紫砂。1997年，这位彝族青年出生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，在山风吹拂的小镇里，他最初对电影的认知全来自电视机和 DVD 里的闪烁的光影。直到15岁那年，他才第一次走进了真正的电影院。正儿八经走进电影院看，就是在大屏幕上看。那是2012年那会儿，我在上初3，看的是大哥的《十二生肖》。那时候坐在影院暗处抬头仰望银幕的彝族少年，怎么也想不到，仅仅12年后，自己就会和初次在大荧幕上仰望的功夫明星同台演戏。没想过哪一天跟成龙大哥合作，还跟他打上1、2、3。从大凉山走上大荧幕，这看似遥不可及的合作背后，究竟经历了什么？大2的时候去横店跑龙套，然后一天演3、4个，甚至是5、6套衣服，5、6个角色。比如说在门口演一个士兵被打死了，然后下一套赶紧换一个土匪，然后又拿着砍刀，然后再下一个就是换一个另外一个这种经历，然后我再回去上学，然后我觉得应该再更进一步的学习，我才跑到北京来的。跑到北京来没多久就运气好，然后上了凤山训练营。封神剧组。孩子，我们学了你6年，教你武功，你可愿意？总有一天，我
杀了这个老三，为父报仇。就算被拍了，不是还有我吗？你也是王八蛋！你就放手，放手让我们去做吧。因为很多喜欢你的观众看了《捕风追影》之后啊，就一直在说到刺杀都会想到，哎呦，他在《捕风追影》中演的那个双胞胎，其实甚至是三胞胎啊，就是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我在看《捕风追影》的时候，当你第一个镜头出来的时候，我看了一会儿才问，哎，不是这个是刺杀吗？这是我第一个感觉哈。然后第二感觉就是你的那个就是双胞胎的那个高手，他在出现的时候，哎，他俩是同一个人吗？是不是也是刺杀演的？我觉得这一点上，我觉得很成功。哎呀，那太开心了！我在准备镖人那个何一璇那个角色，然后正好那个时候就已经找过来了。他找过来的时候，第一感受说是跟成龙大哥合作，那肯定是很开心了。对，就这个大哥合作嘛，那还没合作过。但是说是双胞胎，其实会有点不敢，因为你说这个时候我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又没有，然后以我这样子的阶段和能力去挑战双胞胎，其实风险是很大的。当时接触的时候，对于我来说挑战最大的也是这个点，就是一个是杀手嘛，那个希望的感觉，最后一次帮你了。一个是新蒙黑客的感觉，我只是想把事情做对。然后另外那个是其实又会武功又会黑客，等于是他们两个的结合体，甚至是更升级版本的。那怎么去区分他们？其实你光靠外形上是不够的，而且外形上其实造型团队已经帮助你了。所以我当时就从他们的内心出发。时代不同，玩法不同。你长大了，是时候该放手。西蒙就是怎么样去展现他的这种心理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呢？他其实是有野心的，但是他比较单纯，其实就是有什么他就表现出来了，有野心也表现出来了。当下他就觉得说他能够代替干爹，包括他怎么去，比如说走路的一些姿态，他长期在电脑面前可能是驼背的，甚至是那个肩颈炎，他是有这样子的一些习惯。最后暴露也是因为这个特点。哦，对。我发现他了，他好像暗。我是希望，是他最隐秘的利刃。希望的话，他就是比较沉稳的，他平时在干爹面前就是还是比较低的姿态，但是其实他是能够看透一切的。西蒙的这个有野心，但是这个时候你这么反抗干爹是肯定是不行的，所以他是看穿一切的这么一个感受。命都不要了。西蒙是弟弟，他错了，也得我兜着，我没得选。所以你说怎么去准备？我就是写人物小传，然后人物小传这个现在很多年轻演员已经不写了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哈。就觉得是，其实是你做好功课，你这样子你到了现场之后，没那么慌，特别是你跟这么多优秀的前辈合作的时候，你到现场如果没准备，我肯定会慌的。这个演员愿意对一个角色这么去挑战自己，是一个非常值得保护的事情。然后也果不其然，当他一个人带着2个角色的饰演任务来到现场的时候，发现他已经完全准备好。我都经常说，其实梦想都实现了。我经常这么说，就是什么样的梦想呢？就是当年想要做演员，然后想跟自己的偶像拍戏，那真的是跟大哥拍戏了，而且还打上了。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方面的梦想的实现。我看大哥的片子其实很早了，就在那个录像厅。哦，在录像厅就看过，看了，但是正儿八经走进电影院看，就是在大屏幕上看，那是2012年那会儿，我在上初3，对。哦，记那么清楚，看的特别清楚。哪部戏？看的是大哥的《12生肖》。第一部走进影院看的大银幕就是成龙大哥的《12生肖》，这就是缘分啊！而且是12年，2012年，然后2024年。正好跟大哥合作上，正好12年，对我来说就是还挺奇妙的这么一个感觉。给你机会了，哥。其实大哥还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一个人，我觉得啊，就是
一个动作那个怎么发力啊，怎么样去把握那个节奏，他都会教。我就想把我会的东西交给他们。步步高，下来，来，看这个我，放松，我拉你，你又不下，放松，放松，对，那就会好看了。你别动力，来。而且在现场其实不只是在拍戏这件事情上，其实他也在生活方面给大家弄那个咖啡机啊，给大家买咖啡，然后大家包括卫生方面他也在监督，在他的身上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值得我们去学习的。最大的收获就是动作上了。你之前有没有这功夫的底子？之前算是有一点吧，青少年的时候，就初中3年练过那个叫武术散打，我们散打，所以算是有一点。但是2个人去对打的时候，这个互相的配合节奏太重要了，特别是有的时候是挨打的时候，反而更难。其实这个片子梁家辉老师获得了香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，是，你们俩有很多场对手戏。对，我这是说了，你可能也听不懂。让你们知道，你们该害怕什么。你都要烦我。有压迫感，所以也能够激发我的一些我想表现的一些表演的感觉吧，部分吧。就是有些时候如果不是那么有压迫感的话，你可能会自己要调动起来，甚至是有的时候你没有特别大的能量的话，就调动不起来。但跟家辉老师拍就很开心，就是完全可以带着你。你本来是不是想？不重要了，时代不同，规矩还是规矩。新谋，好走。青春正当时，佳片不停档，留住这一刻的绚烂，看这一场光影的上演。大家好，我是佳片有约代言人演员紫砂。叔叔们，都是我的错，没能照顾好兄弟们。报仇啊！我们说严和平导演花了那么多年精心打造的这个彪人，我也觉得在众多的形象中，你也选对了那个角色。虽然他是一个招人讨厌的、招人恨的反派，但是他让人记住了。确实是我自己去争取的自己去争取，因为其实你要说人设，你要说啊这是个好人什么什么，他在原著里面他是人设是最差的，口碑是其实是对，但是你敢挑战他，对，但我觉得我看整个漫画的时候，所有的人物在他身上看到的戏剧色彩太浓了，我就觉得好有意思。我就我作为一个演员，先不想那么多好还是坏，我觉得能够成为他的话，也可能也是一种能力。但是确实去成为他的时候，八爷还有金哥他们都比较担心，因为他们只看到过杨戬啊、郭靖，我还演了个郭靖嘛，然后都是这种他们怕我演不了，我说相信我，就是给一次机会，他确实去挑战了，演出来之后，反正也得到大家的一些喜欢，就很开心，就挑战成功。这糊涂了，江湖人都说刀马视财如命，开个价，让你看看本可汗的心脸如何。在我看来，其实不管是卜峰还是彪人的这个何一璇，对，都是我自己也挺开心的。反正我自己是比较满足的，就是最起码其实这2部戏我都是挑战。我也听说《捕风追影2》即将开拍啊，作为观众我们也很期待这部影片。您希望未来再挑战一些什么类型的角色吗？我还是没有给自己设限，我是从做演员这件事情在成长，就让我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吧。这是作为观众会有这样的期待。那么以前是通过影视剧了解紫砂，那么今天呢，真的是近距离我们这么近的聊，我又看到了一个未来可能创造很多可能的你。对，我加油，加油！